首先，我出生在中国，我个人是很喜欢中国的。中国的教育的话，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但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在中国上课，公立学校上课的话，我们50多个同学，40-50个同学在一起，假如说老师上课，我们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都要听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像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不敢去问，因为我们内心都有一种想法，怕同学们歧视嘲笑，然后害怕我们会去恐惧。然后像我们课后问老师问题，他们就会说，哎呀，你这不好那不好，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个人来说，还是对这些是有看法和意见的。作为一个学生，我觉得有问题，老师都说有问题去问，但是谁又敢问？问了又要被挨骂。但是的确啊，就假如说一个学生在美国，其实中国的家长就讲究给孩子买几百万的学区房，让孩子能够读很好的书。美国那边讲的就是父母无法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学区房，但是他们做到了把童年还给了孩子，给孩子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中国学生非常向往的，但是大环境下也是无法做到的。其实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这种教育的方式其实对于我来说无法接受，对于很多有想法的孩子无法接受。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非常的差，但是他很聪明。怎么说呢？他可以去写一个小说，写得淋漓尽致，然后把自己的小说给到平台去卖。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阅读他的小说，讲得非常的好，而且很有想法，这样的包含我自己，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有想法，但是在老师眼里就是不务正业，非常的没有道理，然后这不是这个年龄段该做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没有自由，非常没有自由。我们早上6点多到学校，7点开始读早读到晚上8-9点才放学，然后日复一日，然后有时候放假的话还要延期放假，然后提早开学，这种感觉很累，导致我们很多现在就是我去问一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当然他也很聪明，我去问他你以后有什么想法，他告诉我找一份好工作，或者说很多人都说不知道，过好当下。你现在过好当下，你以后很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是迷茫的。我个人来说很讨厌这样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迷失了一个人最本质的内容，迷失了很多本应该有的。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它让我感到很痛苦，很焦虑。我个人来说非常不希望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是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美国的教育好就好在，你能够让学生充分的发挥他本身的价值，他自己所喜欢的。它是一个不磨灭人才的国家。中国的话有一点，当然我不说中国不好，中国有好的地方，它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数学，中国的学生的数学学得非常的优秀，这是为什么中国有不少的科技类人才，或者说数学类人才。但是他们为什么最终走出国门，并且无法回来，就不愿意回来？这是一个你我皆知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大环境，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环境，一代一代的人，这种教育体系形成的闭环，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是为什么？说实话，我无法理解很多人为什么想来到中国，因为什么原因我无法理解。那里有很多成长非常优秀的人的环境，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但是他们愿意到中国来，我无法理解一些问题。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大好河山美食，但是说实话，教育方面我是真的不看好它。它无法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包含我们学生。假如说我很喜欢编程，我喜欢苹果的科技内容，我喜欢华为的科技技术，我们没有机会去参观，我们只有机会在学校里不断的学习一些我们一辈子都有可能遇不到的。我不想当航天学家，他却非要让我学习航天类的知识，而不是学习我以后真正工作所需要的。他大学当然也会教，教的第一，他教的不多；第二，大学在我们中国学生眼里就是玩的年龄，不是说真正好好学习的年龄，这是无法让我接受的。